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收視砸穿央視底盤，趙麗穎、黃曉明這波王炸了誰的牌桌？小城大事收視暴跌背後，頂流加大 IP 的爆款攻勢為何失靈？當演員在真空包裝袋裡跳舞，矽谷在劇本夾縫中喘息，這場豪華郵輪撞上的正是影視工業用泡沫板搭建的虛假冰山。觀眾用遙控器投票拒絕的不是奮鬥故事，而是被預製模具壓榨出的塑料質感。黃曉明為了減重15斤，在自己手指縫裡都塞滿了泥巴，指甲蓋都搓不起了，結果他一張嘴，滿口的烤瓷牙差點把觀眾對80年代的所有想象都給亮瞎了。這個刺眼的細節就像一塊崩掉的瓷片，精準地切開了小城大事這道看似頂配的豪華大餐裡那股子讓人吃不下又說不出的塑料味兒。我們罵了那麼久劇情假、演技浮，有沒有可能所有人都罵錯了地方？這場4連鋪的真正事故現場根本不是演員的片場，而是資本和 IP 掮客們精心布置的賭桌後台。一開局，他們就把所有籌碼壓了上去。頂流演員，央視開年大戲，改編自魯迅文學獎作品的頂級 IP， 拍過《慶餘年》的導演，這陣仗儼然是提前開香檳慶祝年度劇王的誕生。結果呢？收視率從開播的2.77%一路砸穿到1.6%左右，雲和數據佔有率被同期對手摁在地上摩擦。這哪是電視劇撲街，這簡直是豪華郵輪撞上了冰山，而且撞上的還是我們自己用泡沫板搭的景。別急着把鍋全扣在演員頭上，或者簡單罵一句劇情懸浮，我們被套進了一個更深層的工業化陷阱。你們看到的是趙麗穎在劇裡端着演戲，台詞像 AI 念稿，我看到的是她和她飾演的角色李秋萍都被塞進了一套名為人物弧光的預製模具裡。這套模具的說明書上寫滿了理想主義者、成長型女主要有反差萌，結果就生產出了那個打完針威脅要讓護士下崗，既不像幹部又不像正常成年人的怪胎。同樣遭罪的還有黃曉明，他為了塑造土氣幹部鄭德成，把自己折騰得脫了層皮，可惜他的土是塗上去的泥，編劇給他的魂卻是偶像劇裡走錯片場的霸總台詞。主角在乾癟的劇本框架裡掙扎，像在真空包裝袋裡跳舞，而王建國、朱媛媛這些矽谷在劇本夾縫裡隨便一個拉草帽，一聲嘆息都能演活一個時代。這種撕裂感完美複製了當下劇集工業的荒誕。我們用最貴的明星演最空的人設，用最苦的拍攝講最假的故事，這才是問題的核心。當一部劇從立項開始，它的目標就不是講好一個故事，而是湊齊一套能撬動平台和廣告主的 S+ 要素。所謂的 IP 是買來當門臉的，所謂的年代感是美術組照着樣板監搭的，所謂的農民造成史詩被拆解成一個個便於短視頻傳播的高光時刻和熱搜詞條。從花千骨的爆紅到風吹半夏的成功轉型，趙麗穎本人就是這套流量邏輯最成功的產品之一。但當她帶着這套成功經驗踏入小城大事這種需要厚重生活質感的題材時，產品的底層代碼和內容的真實需求發生了劇烈衝突。你說主創不努力嗎？黃曉明在太平間那場戲拍到缺氧。你說題材不好嗎？溫州龍崗農民造成的真實歷史充滿了改天換地的血汗。可當所有努力都服務於一個預製的、安全的、可複製的爆款公式時，結果就是一場精緻的錯位。觀眾感到膈應，不是因為不喜歡年代劇，而是無法忍受那種被當成傻子的懸浮感。就像一位網友在評論區無奈地說的：“真是大事不妙啊！有些人有可能對那個年代不了解，
對歷史背景也不了解，但這劇的假，連不了解的人都能一眼看穿。雙引號。所以小城大事的崩盤，根本不是某個演員或導演的滑鐵盧，而是一整套已經僵化的頂流加大 IP 加名導等於爆款算盤的徹底崩碎。它砸掉的是投機者的賭桌，同時也為那些還在用 PPT 做劇的人敲響了一記刺耳的警鐘。當楊紫、胡歌的生命樹即將接檔，如果它只是另一套更精緻模具的產物，那麼今天的笑話，明天會不會重演？這出小城大事最終成了一個巨大的隱喻。我們建起了一座座數據輝煌的流量之城，但城裡住着的可能只是一群穿着年代戲服、說着網絡熱詞、沒有血肉的假人。觀眾用遙控器投票，選擇離開。他們不是在拒絕奮鬥的故事，他們只是受夠了虛假的奮鬥者。這口鍋，演員背一小塊，導演背一小塊，但最大的那塊，是不是該留給那個催生這一切的急於求成的遊戲規則本身？2. 杜濤回歸劇情反轉，趙麗穎、黃曉明合作成空。最近大結局一出，小城大事的評論區就炸了，你敢信嗎？黃曉明和趙麗穎的角色竟然沒有在萬眾期待的時刻組 CP。杜濤這個幾乎死透的人，居然還能毫髮無傷地走進資料室，還笑得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這就有意思了。觀眾吃瓜等了半句，最後等來的是 CP 沒成，傷人者回來了，這不是反高潮嗎？鄭德成在粵海新城仍獨身奮鬥，李秋平在失戀後還能與他大排檔有說有笑，場面看似溫情，其實刀光劍影。氣氛裡全是沒說出口的故事。過去他們並肩扛難關，現在卻像隔了一條河，誰都不肯往前一步。相比之下，杜濤的回歸更像一記突如其來的回旋鏢，把觀眾的期待敲得粉碎。黃曉明角色那句"你要是沒了，我可怎麼辦"，最終也成了空話。濾鏡碎的那一刻，不只是對劇中感情線的幻滅，更是對現實人性的冷靜提醒。網友的評論分成兩派，有人說這是現實，人不會因為寂寞就變情侶，也不會因為有機會就彌補遺憾，所以劇情才真實。不過，也有人罵編劇手欠，說白了，這是在關鍵時刻收回臨門一腳，看得人窩火。娛樂圈之前也有類似操作，比如某些年代劇，前期鋪滿曖昧，結局卻用一句只是同志敷衍，觀眾追了一路，被強行按回到理智區。你說諷不諷刺？現實裡走到最後的往往不是你最想看到的那對人。杜濤這個人物更是翻車現場，他為了理想放棄感情，沒錯，這是選擇，可傷害了別人，就別想着雲淡風輕的回來一句對不起就完事。李秋平要是真輕易原諒，那就是在默認這種人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袒護他的行為。其實這也是名利場的縮影，有人奔事業，有人保名聲，還有人不擇手段，最終大家都在一個場子裡碰面，然後笑着舉杯，假裝一切都無事發生。結果呢？輿論愛恨分明，觀眾要麼罵要麼哭，不留中間地帶。這種結局有種宿命感，仿佛命運在說，鄭德成和李秋平注定只是上下級，哪怕共患難，也無法跨到另一條河。粵海新城的建設完成了，人也散了，各有前程，故事就這麼收住。觀眾的意難平，其實不是因為他們沒在一起，而是因為我們看到希望，卻被現實毫不猶豫地剪掉，像一場沒開完的煙火，灰飛煙滅。說到底，小城大事贏在真實，輸在情感的缺口，這也是每一個時代故事最殘酷的地方。